Hello， 大家好，欢迎周末来吧尔看电影。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看的是3分半钟哭不完的《弯生回家》。俗话说，人是人妈妈生的，鸟也是鸟妈妈生的。弯生顾名思义，当然就是在台湾生的。但并不是所有在台湾生的小朋友，通通都叫做弯生。这是一个专门用来指1895到1946整整50年间，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就血缘来说，他们是日本人；就出生地来说，他们也是台湾人。因此，台湾就像是他们的故乡一样。而这种复杂到不行的身份，让他们在《弯生回家》这部纪录片中，直接把一下是台湾人，一下是日本人，傻傻分不清楚，这点发挥的无懈可击啊！而制作这部纪录片的正是咱们弯生后代台日混血的田中实家小妹妹，她耗尽10多年青春，小鸟像吃下肚了1/3一去不复返的岁月，拜访了200多位老弯生，更一滴一滴的将弯生们风吹日晒雨淋的回忆收进这部弯生回湾家的弯生回家里。1895年，日本领着马关条约，开始在台湾进行一连串的治理工作。其中山多地少人好挤的日本多了台湾这棵番薯以后 ，day and night 的想把台湾变成移民天堂，因此开始一批批的主导移民进入比较没有开发的花莲、台东地区。早期的移民，政府先说服民间好野人鹤田金三郎先生来东部开垦，没想到一来到这里，发现台湾高手满天飞，头颅满地爬，跟当地原住民没完没了的冲突不断。因此有钱有势的三郎大爷马上认赔杀出，退场哭哭，政府也只好自己扛，取代民营移民的官营移民才就此在东部开幕剪彩。而早期移民过来的日本人，也不是要移就给你移来移去，要事先提出申请，要行为公良问减让，要身体健康有一定存款，甚至还要卖掉原本在日本的房子土地，带着所有家当和家人才有可能移民到台湾。而这种硬生生断了所有后路的移民条件，简直是要有破釜沉舟、不怕风浪的坚韧心理素质才能够来台湾开垦啊！但来台湾开垦当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有的人来到台湾，看到一副什么都没有，根本是当个创世神地图重开的新世界，直接就掉头回日本。有的人虽然毅然决然卷起袖子准备绑上干巴的头巾开垦，却连头巾都还没绑好，就被各种莫名其妙传来传去的传染病病倒，莫名其妙飞来飞去的原住民出草，莫名其妙宅配很忙的整个人宅配回日本啦。而在幸运一点的朋友，好不容易从黑暗时代升级成移民天堂，却因为一个莫名其妙吹来吹去的台风，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一切归零。在各种天灾人祸、天不时地不利的情况下，副本刷了好几次的移民们，终于刷出了第一个移民村吉野村，也就是现在花莲县的吉安乡。而经历风雨摧残依然屹立不摇的吉野村，成了台湾最顶呱呱的模范生。当时在全日本除了首都东京以外，吉野村是第2个拥有冲水马桶设施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简直是在时尚的最尖端，身为在剑尖上跳舞和上厕所的人一般的引领潮流啊！而吉野村的成功也扩展出了丰田村和林田村的计划，也就是今天的寿丰乡和凤林镇，刚好是我的老家。或许是因为早期开垦模板两前的移民本色，艰辛的使这些在东部长大的湾生，比起台湾其他地方出生的湾生，对这片土地有更深的认同与眷恋。已经逐渐形成的移民天堂，大家努力的将台湾视为自己的故乡，认为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的时候，突然就因为1945年日本战败，直接要被送回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日本本岛。当时有40多万的在台日本人被迫遣返回日本，其中有大约20万申请留在台湾，但新的统治者像眼里容不下一粒沙一般，容不下曾经是敌国子民的湾生们，全数遣返回国。他们也被规定只能带着简单的行囊与1000元现金离开，留下所有财产、所有亲朋好友、所有努力的一切，以及所有与这块土地的关系，回到陌生的新家乡日本。虽然是日本人回日本国，但家永远是你的避风港这句话在湾生身上却是永远看不见。这些回到日本的湾生，因为不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一点都不受到日本国内的欢迎。抵达日本以后，除了被当成犯人对待，还被政府视为带有台湾传染病的瘟神一般，被隔离到山区，没有补助，没有规划，湾生像是被遗弃的人们一样，默默地隐身在没有人注意的历史洪流里。几十年轻轻的走了，湾生再一次轻轻地向世界宣告他们对台湾这个故乡的思念。跟着踏上《湾生回家》这部纪录片，如此真实又打动人心。影片处处都在提醒着住在番薯岛上的我们，台湾好美，无论山无论水，无论西瓜甜不甜，都好美好美。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台湾这颗福尔摩沙，更应该避免太多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了重要的东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有想过这个吗？没有，因为你只有想到。最后我们也不妨想想，将台湾视为故乡的湾生，能不能称自己是台湾人呢？又究竟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称得上是台湾人呢？我是凌晨不解，我们电影院见喽，拜拜。